永远都不会放开你。兄台，你再跟紧一些。幸好有你陪着我，不然这大白天的，我还真有些害怕呢。当然，你初来江都城，估计不知道，最近城里啊不太平，听说是有划破现世，行凶伤人。相传那是一种从画中诞生的精怪。这段时间，常有书生在赏画时陷入昏睡，此后便一直长睡不醒。如此种种，便有人分传和那画破有关。好了，不说那些了，说说我们即将要见到的那位小王爷吧。几日不见，你今天怎么傻傻的？不是你说要去临水楼见见世面，看一看那位惠娘吗？要我说，既然你想见惠娘，跟着我去求陆小王爷准没错。江都城里谁不知道，那惠娘对小王爷芳心暗许，她递了无数名帖，请求与小王爷一叙，小王爷却一次也没答应。所以说，整个江都城里最有机会见到那位惠娘的，就只有陆王府的小王爷了。虽然不知道他会不会答应我们的请求，但试一试总是好的嘛。那当然，陆小王爷的名字在江都城里可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据说他师从魏明山上的华中仙，是华中仙的关门弟子。自从他3年前来到江都，便博得了个浪荡风流的名号，只画些袅娜多姿的美人图。那些美人图价值千金，城里的达官显贵排着号才能等到一幅。我也是排了1年的队，才等到向他求画的机会。对了，听说你也是魏明山出身，难道没听过小王爷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小王爷的师傅华中仙来历成谜，常居魏明山中。相传他提笔可化作万物，魏明山上的花鸟鱼兽、一桌一椅，无一不是华中仙用画笔幻化而成。可惜3年前一场大火烧毁了魏明山上的所有画作，华中仙本人也从此不知所踪。若是他还在，我真想看看，那是一幅怎样的奇景。
起床了吗？饭食已经做好了。你做什么？怎可偷看我的东西？我。你的脸上脏了。啊，没有。你会一直与我在一起吗？兄台，我们到了。见过小王爷，在下温晨，今日特意前来，是为了向您求一幅美人图。这位是在下的好友，他很是仰慕小王爷，故而在下特意带他前来一同拜访。你们回去吧，本少爷今日没心情画画。小王爷，我足足等了1年才等到这个机会，你……那又如何？这城里求我画画的人如此之多，本少爷说没心情就是没心情。小王爷，临水楼的惠娘又送来一封书信，要您今晚前往临水楼赏花一叙。您这次还是拒绝吗？小王爷，临水楼可是江都城出了名的风雅之地。我听说那楼主惠娘国色天香，多少王公贵族求着都见不到她一面。我和好友一直想去见识一下，却苦于没有门路。您明明受到盛情相邀，为何不去呢？啊，当然，若是能带上我俩的话，
那就更好不过了。你想去临水楼？哦，长长见识啊！你去和那位临水楼的楼主说，本少爷从不去那种附庸风雅的地方，让他以后别再送信来了。至于这两位嘛，送客。兄台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哪里得罪小王爷了？为何他对我们的态度如此？别，我可不敢这么说。唉，说来也奇怪，明明我家世也不差，刚刚见到小王爷，却莫名低了一头。和他说话的时候，甚至还想去伺候他。哎，你说，难道我上辈子是小王爷的小厮，所以这辈子也忘不掉这个习惯吗？原来已经这个时辰了，真不好意思，今天没帮上你的忙。若是你实在想见惠娘，我回去再想想办法。为何回来？我说，3年前你明明走了，为何又要回来？休要转移话题。你从前便是如此，每每只要露出这副表情，便又在琢磨着说谎。我已被你骗过1次，不会再有第2次了。既没有，那就说清楚，3年前你为何不告而别？3年后的现在，你到底为何回来？又为何要去临水楼那种地方？不准撒谎！
故事编好了。只是如此。那3年前的事呢？3年前，你为何一句话不曾留下就离开了？那天你明明答应过我的，为什么？好，你既不肯说实话，那我们也就无需多言了。因此，当年你突然下山，并把所有画作尽数焚毁，是因为你发现，从你的笔下诞生了画破。于是这3年间，你便一直在各地寻找画破的踪迹。然后呢？你还有其他想说的吗？哼，果然，你可以为了万物苍生不告而别，也可以为了人间安宁3年不与我通信。你考虑了如此之多，可就没有一点点是关于我的。你对我的承诺，便都不作数了吗？走吧，临水楼就在近前，我带你过去。不是你怀疑惠娘有问题，想去一探她的底细吗？还不快跟上来！这些，皆是师父的真迹。自从师父多年前失踪，他的画作已极少现于人间。惠娘能收藏如此多真迹，看来，他必定和当年的魏明山有关。
小王爷，我等了你那么久，你终于肯与我见面了。小王爷，你带这位公子前来，是什么意思？为了什么？众人来我这临水楼，自然是品茗赏画。难道两位不是来做这些的吗？公子难道想说，那些人都是因我才昏睡的？我只是一个喜好书画的生意人，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。没有那么大的本事。自从你3年前来到江都城，便开始向我府上递交名帖。城中人说你倾慕于我，所以才想尽办法与我一叙。可要我说，其实你是因为我画中仙徒弟的身份，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吧？得到什么？所以，小王爷觉得我是因为别有目的，才想要见你一面。果然，我就知道，你的心里从来都……既然两位已经认定是我做的，那我再否认也没什么意义了。可我有什么错？我也只是想活下去啊！划破以凡人的情绪与梦境为食，在他们睡过去之前，我不是没给过他们机会。可那些人无一不选择进入我的画中幻境。他们说，人世间那么累，每天都要为了生计奔波，不如闭上眼睛，从此功名利禄、荣华富贵，世间得不到的一切，全都唾手可得。你们说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划算的买卖？再说了，难道你就没有未尽的心愿，或是后悔的遗憾吗，我的主人？让我猜猜，主人最大的遗憾，一定是3年前那件事吧？那时候你动了真心，却迟迟没有发觉，直到……是吗？可我做的每一件事，我都不后悔。反倒是主人您为了保护小王爷，离开了他那么多年，难道就没有后悔过吗？保护？主人，惠娘很感谢您给了我灵石。不过，既然主人找到此处，我也该启程去另一个地方了。我没什么能报答主人的，走之前，就送你一份礼物吧。
起床啦！你这一觉睡得真久，都日上三竿了。怎么？为何呆呆地看着我？你莫非是睡迷糊了？此处是未名山啊。师父今年又没有消息，看来新的一年又只有我们两人一起度过了。你不会真睡傻了吧？连这些都忘了？好了，别发呆了，快起来，我饭都做好了。看，皆是你爱吃的。是花灯呀。不是你说从小没下过山，只在画本里看过人间的满城灯火，一直想看看吗？我就亲手做了那些花灯，等到彩灯节那天放给你看。姐姐，你不会离开我吧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觉得我似是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一句话未曾留下就走了，留我一个人好多好多年。我好难过，想问你因何离开，可你一句解释都没有。后来你回来了，却还是什么都不肯告诉我。我生你的气，就故意装作对你很冷淡的样子，可看你遇到危险，又还是忍不住去保护你。我不喜欢那个梦，你不会和梦里一样，对吧？再往左边一点。好了，就是这里。啊，小心！幸好接住你了，怎么如此不小心？贴个对联还能摔下来。好啊，下次我来贴，一定又快又好。疼，轻一点嘛，膝盖那里很痛。
你就知道欺负我。我想做满999个。有啊，我希望看到这场花灯的人，都能长长久久。你说，我的这个愿望能实现吗？一定可以的，对吧？你在做什么？是在画画吗？画的什么？让我看看。好吧。自然是给你个礼物啦。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是彩灯节。我的花灯都备好了，并不比画本上说的差。你想不想去看看？有点黑，小心。你看，好看吗？你喜不喜欢啊？那我们一辈子留在这里，每日我都给你放花灯看，好不好？如果是呢？如果我说我喜欢你，想和你一辈子在一起呢？你还未明白吗？是，我是什么都记得。
我记得你是如何一句话不说就抛下我，也记得你是如何轻飘飘落下一句话，然后转眼就忘了我们的誓言了。哪怕在这幻境中重来一次，你也不愿告诉我真相。我问你，你对我到底有没有一点点真心？嘘，你不要说了。这么多年，你的嘴里就未曾有过一句真话。我已想好了，我们以后就生活在划破制造的幻境之中。这里没有碍眼的人打扰我们可以永远都不分开。对了，你想与我在一起吗？哼，不愿意也没机会了。我永远都不会放开你。不要说那些我不爱听的话。我知道，其实你也是喜欢我的，对吧？从前你对我那么好，每次师父责罚我的时候，你都偷偷给我送饭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是不是就喜欢上我？都怪你对我太好了，才让我未曾察觉，就已经爱上了。什么划破，什么万物苍生，我都不想管。我只想和你在一起，和我一起留下来吧。此后，你会渐渐忘记凡尘的一切，直到你的世界里只剩下我一人，就像以前一样，好不好？你是说，你说的，你。
你不能留在这里，随我来。幻境的出口，我之前找到的。如果我所猜没错，从此处便可以回到真实世界。你走吧，哪怕是骗我的也好，你刚刚说的话，我相信了。别露出这副心疼的表情，不然我会以为你舍不得我，那我可是会后悔的。我？惠娘的真身应该就在此处。既然划破一事因你我而起，那我会留下，了结此事。快走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你别说傻话。若这次能够活着出去，生生世世，我都不会再放开你。哦，这样啊。那真是可惜了。小友，你可听过陆小王爷的名号？当年，陆小王爷凭着一手美人图名动江都，所著之画千金难求啊。只可惜，听说他3年前患上了一种长睡不醒的怪病，如今怕是再也无缘一见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大姐姐，这幅画是你画的吗？画得真好，我从未见过这么精巧的少年。大姐姐，他是谁？弄丢了吗？
可那边那个大哥哥就和你画上的人很像呀。我回来了。等了这么久，终于又相见了。怎么，一直盯着我？是不是觉得本少爷风度翩翩，俊秀无双？啊，这样啊，那你帮我撩开一点吧。好像有点痒。若想知麻不麻烦，你亲自试试不就知道了。藏起来？你是说和我画的那些美人图一起，堆在画室的柜子里吗？唉，定是有人没藏好。我方才一打开柜子，它们就全掉出来了，砸得我脑袋还有点疼呢。嗯，怎么这副表情？难道这画作上有什么我不该看的东西吗？想不到3年不见，你竟学会了画这种奇怪的画。不是吗？那你为何脸都红了？既如此，我更要打开看看，你画的到底是什么。这是……原来是我的画像吗？怪不得如此神秘，你定是害羞了。不过，你何时画的这幅画像？我记得你许久都未曾动过笔了。难道是……原来如此。所以那时你藏着不让我看，是因为……我还以为……没什么。你既已送了这幅画给我，那就当作我们之间的约定成立了。从今以后，你再也不可离开我身边。